黑心的开发商强拆村民的房子，而一户百姓正在祭奠刚牺牲不久的家人，而冰冷的挖掘机也已经到来。为了能守住灵堂，让孩子找到家，一家人说什么也不愿离开。而黑心的老板让手下继续强拆。而也就在这危机时刻，一名战士关停了挖掘机，他们是将骨灰盒送过来的战友，并给了一家人崇高的军礼。而黑心的开发商感觉有人耽误了他们的进度，就掏出手枪直指国徽，军人抢过枪，一脚将他踢开。黑心老板忍着剧痛，还不忘让几十名手下去教训他们。而此时，警察也闻讯赶来，那些打手们也不断的有人砸在车上。看着自己的小弟倒下一片，黑心老板又连忙说对方手里有枪，警察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是真的军人，也只好先做好防御，让对方交出枪。此时黑心老板觉得有警察在，气焰嚣张的低声告诉军人，他们以后不在这的时候，会给这家人好看。面对这样的威胁，为了战友一家人以后的安危，冷锋毅然将枪拆解后，重重一脚将黑心老板踢飞。肝胆俱裂的黑心开发商终于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出狱后的冷锋来到南非，他要找到杀害他女友的凶手，而不幸碰到了他们国内战乱。冷锋要将身边的华人护送到我国的大使馆，一颗火箭弹突然飞来，冷锋抓起身边的弹簧挡住，并运足力气将其推了出去，也因此救下了身边的百姓。此时政府军正组织群众上大巴士离开，然而一枚火箭弹落下，车里的人都化成了焦炭。毫无人性的叛军到处屠杀百姓，冷锋带着一些人冒着枪林弹雨向我国大使馆跑去，沿途还救出一名被卡在车里受伤的南非人。而就在他们快要抵达时，他们被叛军的火力压制得无路可走，叛军也对他们步步逼近。就在这危险关头，从我国大使馆里冲出来英勇的军人，我们的领事也毫无畏惧地面对着他们的枪口，告诉他们这里是中国大使馆，他们要保护华人的安全。叛军知道我们伟大的中国是不能得罪的，他们虽心有不甘，但还是退开了。而在准备撤离时，冷锋听到还有很多华人没有撤回来，而我国军队不能进去。冷锋决定以一个百姓的身份去将那些华人接回来。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找到了那些人。不过叛军的坦克也随之而来，并接着展开了屠杀。被巨板压住的冷锋用卫星电话拍摄着南非造反军屠杀百姓的视频，其中也包括华人。军舰上的我军战士看到这悲惨的一幕，每个人的眼眶都不慎被泪水笼罩。看着手无寸铁的百姓惨遭杀害，就连尸体也会被补枪，我们的舰长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。他命令锁定敌人位置，导弹的舱门也全部打开。此时冷锋拽住一名叛军的腿，将自己带了出来，取下对方的弹夹将其干掉，接着用抢来的枪将赶来支援的另一名叛军消灭。而此时军舰上得到上级命令，舰长还没听命令的内容，就愤怒地下令开火，因为他知道杀害华人就是触碰了中国的底线，命令也必定是消灭对方。随着导弹呼啸而出，划过壮丽的风景线，被锁定的残忍的叛军，不管是坦克还是小兵，统统被炸死。而躲进管道的雇佣兵队长逃过一劫，冷锋通过他射来的子弹发现，原来他就是杀害自己女友的罪魁祸首。如此国仇家恨放在一起，冷锋即使将自己拼成重伤，也还是结果了对方的性命。冷锋与被解救的百姓一起举着我国的5星红旗，安全通过了交战区，因为他们都不想与中国为敌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。他们也因此顺利抵达撤离区。我国的护照上有这样的一段话：如果在海外遇到危险，不要放弃，请记住，在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。